那么咱们老 K 足球新闻下一个教练纪录片说谁呢？是弗格森时代的曼联，还是克鲁伊夫时代的巴塞罗那，或者拜仁慕尼黑，又或者安切洛蒂时代的皇马？希望您能在评论区留言点赞，老 K 根据大家的意见来调整做纪录片的优先级。感谢您的订阅，感谢您的点赞、热推、分享。2014到2018年，温格执掌阿森纳第6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这4年里随着球场债务压力的彻底释放，阿森纳在转会市场上重现了过去像豪门一样的手笔，并且在杯赛赛场迎来了强劲的复兴。可是在英超联赛却陷入了难以破局的停滞，甚至第一次跌出了前4名。于是在看台上大量的温格 out 温格下课这样的标语，还有球迷阵营已经严重撕裂。2018年春天，温格主动宣告离任，为他长达22年的传奇执教生涯画上了充满感伤和敬意的句点，执教了一共1236场比赛。如果说2011到2014年是温格将阿森纳从核心球员不断被挖走从这种危险期拯救出来，那么2014到2018年最后一个阶段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温格终于不能再把问题主要归因于财政紧缩了。阿森纳已经能够买厄齐尔，2014年又买来桑切斯，同时还能引进像切赫、扎卡、穆斯塔菲、拉卡泽特以及奥巴梅扬这样的球员。他手里的资源明显比2006到2012这段时期更充裕。但最后这个阶段核心问题变成既然钱开始有了，球星也有了，为什么阿森纳还是拿不到英超冠军呢？这也是温格从一个依然值得球迷等待的功勋教练，一步一步变成必须讨论谁是他的接班人这是整个全过程。接下来咱们娓娓道来。2014年夏天足总杯之后，阿森纳终于准备主动进攻了。在5月逆转赫尔城拿下足总杯冠军，温格最大的心理包袱已经卸下了。9年没有冠军的周期结束了，而且这时俱乐部经济条件已经明显改善。于是2014年夏天，他们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会，阿里克西斯·桑切斯从巴塞罗那加盟。这和过去买法布雷加斯、买范佩西、买纳斯里完全不同。桑切斯来的时候刚刚27岁，黄金期还没有来临，而且当时他已经是巴塞罗那和智利国家队最重要的攻击手，是一个能够真正立刻决定比赛的成熟球星。这说明过去那种只培养未来明星的时代在阿森纳基本结束了。厄齐尔加上桑切斯，让他们第一次在酋长球场时代真正拥有2名国际级的进攻球星，而且都是买来的。桑切斯一到，很快改变了球队的气质。过去温格后期许多技术球员有一个共同点，很会传球，很会配合，很会控制比赛。但桑切斯不一样，他的足球非常直接，拿球就向前，丢球后马上反抢。他可以边路突破，可以内切，还可以远射，可以自己制造射门的机会，所以比赛情绪和侵略性非常强大，这对阿森纳非常重要。过去几年他们经常出现一种情况，球是传得很好，但大家都在等着别人去完成最后的一下射门。桑切斯可不是这样的人，他第一反应就是我来解决战斗。2014到15赛季各项赛事他打进25球，成为队内赛季最佳球员。但是虽然他表现非常出色，可这一年开局并不好，阿森纳整体并没有立刻升级为冠军球队。在世界杯后的疲劳、伤病以及阵容不平衡都很明显，尤其在后防线深度不足。维尔马伦这时候已经离开，德布西加盟后又受到伤病影响，钱伯斯还非常年轻，科斯切尔尼也有身体的问题。于是温格一度不得不频繁地调整防线，可中场又同样受伤严重，阿尔特塔伤了，维尔希尔伤了，拉姆塞伤了，厄齐尔也伤了，他们都不同程度缺席过比赛。所以上半赛季的阿森纳尽管拥有桑切斯，却没有形成真正稳定的体系。而这时候突然出现一个连温格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人，弗朗西斯·科克兰。科克兰当时甚至已经被租借到英冠球队查尔顿。2014年12月，由于阿森纳中场大量的受伤，温格将他紧急召回，结果他回来之后直接占据主力后腰的位置。这就非常有意思，因为温格找了许多年所谓的新的一个吉尔伯托·席尔瓦，最后却突然从自己外租出去的球员里找到一个很适用的防守型中场。于是科克兰加卡索拉，这形成一个很意外但却非常好的组合。
这可能是14到15后半赛季最重要的战术变化。以前卡索拉经常踢左边，踢10号位或者前场自由人，但是温格逐渐把他往后放，于是形成科克兰加上卡索拉。科克兰负责抢断、保护、防守和填补空间，卡索拉负责转身、摆脱、推进和控制节奏。两个球员身体条件完全不同，却形成了非常好的互补。卡索拉可以在后场接球后，在压力下转身，然后直接把球送到前面的厄齐尔和桑切斯脚下，这样阿森纳从后向前的出球就变得流畅了许多。2015年1月，曼城0-2输给阿森纳，这是个很重要的战术信号。客场面对卫冕冠军曼城，如果是过去，大家很容易预测温格会主动控球压出去和曼城对攻，但这一次温格做了一件过去几年不太常见的事情，主动降低控球权，让曼城去拿球，阿森纳保持阵型就好了，然后快速反击。卡索拉成为全场核心，先罚入了点球，随后又助攻吉鲁，最后0-2阿森纳获胜。这一场主教练温格的比赛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许多人产生一个想法，温格是不是终于愿意在强强对话里更加务实了呢？于是后半程确实非常强，贝莱林开始爆发，科克兰稳定的出任后腰，卡索拉是越踢越舒服，厄齐尔也伤愈归来，桑切斯继续保持攻击力，大吉鲁也找到了状态，这一支球队变得越来越完整。门将奥斯皮纳，他是2014年夏窗加盟，什琴斯尼呢在前半段是主力门将，到了赛季中期，奥斯皮纳凭借稳定发挥和高扑救成功率占据了主力位置。右后卫贝莱林，中后卫莫特萨克搭配科斯切尔尼，左后卫蒙雷亚尔，双后腰科克兰和卡索拉，前面中间是厄齐尔，左边是桑切斯，右边是拉姆塞，顶在最前面是吉鲁，4-2-3-1的阵型。严格来说，各名球员之间场上位置会不断变化，但核心逻辑已经非常清楚。后腰负责保护，卡索拉负责出球，厄齐尔负责最后一传，桑切斯负责制造混乱，吉鲁负责禁区内和充当支点。这可能是2014年以后温格最平衡的一套4-2-3-1。但欧冠还是出现了老问题。欧冠16强，阿森纳对摩纳哥，纸面上阿森纳是绝对热门，而且摩纳哥还是他过去执教过的球队。结果球场主场第一回合，阿森纳不断压上，最后阶段为了追第2个球又被反击打进第3个，1-3主场输给摩纳哥。第2回合去到客场，阿森纳踢得非常好，吉鲁和拉姆塞进球，2-0阿森纳赢了2个，总比分3-3。但是按照客场进球规则，温格又被摩纳哥淘汰了。这一轮淘汰赛几乎就是后期温格欧冠的经典模式。第1回合先犯下太多的错误，第2回合开始疯狂追分，最后总是差1个球就能完成奇迹。但是另一方面，足总杯已经开始变成温格的安全区，或者叫保温杯。2015年足总杯1/4决赛，阿森纳客场去到老特拉福德面对曼联，蒙雷亚尔先得分，鲁尼扳平。随后曼联后场出现失误，曾经效力过曼联的维尔贝克抓住机会，2-1客场阿森纳取胜。随后半决赛通过加时击败了雷丁队，再次闯入足总杯决赛。2015年足总杯决赛，阿森纳对阿斯顿维拉，这可能是后期的温格最轻松的一次决赛，和1年前打赫尔城完全不同。上一次他们开场8分钟就已经0-2落后，可这一场从头至尾阿森纳基本控制了比赛。沃尔科特1-0，桑切斯随后打进一记非常精彩的远射2-0，莫特萨克3-0，大吉鲁4-0，最终4-0狂胜。阿森纳第12次夺得足总杯，温格一个人就拿了6次。联赛方面呢，在赛季结束的时候，气氛其实非常乐观，联赛获得第3，75分，22胜9平7负，进了71个球，丢了36个球。这一年总之有个足总杯冠军在手，而且桑切斯来的第1个赛季就爆发，还有厄齐尔、卡索拉、拉姆塞都在。科克兰又突然解决了后腰的问题，贝莱林成为新的右后卫，莫特萨克加科斯切尔尼中后卫很稳定。于是2015年夏天，许多人真的以为下一步阿森纳又要去争夺英超冠军了。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的2015到16赛季会成为温格后期最大的遗憾。好，2015年夏天，温格终于买到了门将切赫。虽然已经33岁，但他赢过英超，赢过欧冠，拥有大量争冠军的经验，这笔交易看起来非常合理。
因为阿森纳终于不是再买一个未来可能成为世界级的门将而是直接得到了一个已经证明自己就是世界级门将的人。但这里也埋下了当年最大的争议，阿森纳那个夏天没有再进行大规模补强。从温格的角度看，球队刚刚连续第2年赢得足总杯，后半赛季状态非常好，桑切斯、厄齐尔、卡索拉、拉姆塞、大吉鲁也都在，科克兰刚刚加入主力阵容，现在又加入切赫，逻辑很简单，这套阵容球队已经足够好了。可问题在于，他总是低估了伤病情况，也低估了真正争夺38轮联赛冠军所需要的深度。2015到16年，英超很特殊，卫冕冠军切尔西突然崩盘，曼联表现也不稳定，曼城也在不断丢分，利物浦还处于克洛普刚刚接手的阶段，传统强队整体上都没有达到正常争冠军的水平，但最终冒出来的球队竟然是狐狸城、莱斯特城，这也是整个英超历史上最不可预测的赛季。但对那时候的阿森纳来说，意味着04年以后最好的一次夺冠机会终于来了。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从一开始2015年9月，阿森纳在客场就5-2大胜莱斯特城，直接终结了莱斯特的赛季开局不败。到了2016年2月，双方在酋长球场再战，莱斯特取得领先，沃尔科特扳平。补时阶段，厄齐尔的任意球，还有替补复出的威尔贝克头球，阿森纳2-1又战胜了莱斯特城。这也是莱斯特在那个赛季最后一次在联赛输球。所以非常残酷的是，阿森纳主客场双杀了最终的冠军，却还是没有拿到冠军。这一年，他们击败了曼城，击败了曼联，在跨年阶段一度排名第一。这时候，温格距离自己第4个英超冠军看起来真的已经不远了。可真正的问题开始出现，卡索拉对温格的体系影响非常大，这点经常被低估。14到15后半赛季之所以踢得流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克兰加卡索拉。卡索拉能负责把球从后场带出来，没有他以后，阿森纳虽然依然有厄齐尔，却出现一个问题，谁能把球稳定地送到厄齐尔那里呢？厄齐尔是最后30米区域里的天才，但他不应该一直回到中后卫身边组织第一阶段的推进。于是在2015年11月底，卡索拉在对阵诺维奇的比赛中出现了严重的膝关节韧带重伤，随后又引发了跟腱和术后感染，一系列长期的噩梦和伤病缠绕着他。当时原本预计缺阵3到4个月，但随后的脚踝跟腱问题的恶化，导致他在之后2年经历了近10次手术和严重的感染，甚至切除了8厘米的跟腱，险些告别足坛。他从那次重伤到真正恢复健康重返赛场，足足经历了21个月636天。2016年10月，卡索拉代表阿森纳参加了最后一场正式比赛，随后又进入了长期的手术和感染的噩梦，直到2018年7月17日，他才在代表老东家比利亚雷亚尔的季前友谊赛替补出场，正式宣告复出并恢复了健康。神奇的是，他后来还迅速恢复到了世界级的中场水平。2019年5月再次入选了西班牙国家队。2024到25赛季，卡索拉曾作为精神领袖，帮助深陷财政危机的家乡球队奥维耶多时隔24年重返西班牙甲级联赛。但在随后25到26赛季，球队遗憾未能完成保级，于是经历了23年绿茵传奇的3费魔术师卡索拉最终决定卸甲归田。尤其是他重返奥维耶多效力的时候，主动要求只拿西乙联赛规定的最低薪水，年薪9.1万欧元，并放弃了所有的肖像权，同时将个人10%的球衣销售收入全部捐赠给俱乐部的青训学院。所以奥维耶多官方最后表示，俱乐部的重归大门永远将向他敞开，无论他未来选择用什么职位重返管理层或者教练组。但那又是属于另一个故事了。回到阿森纳，由于卡索拉的重伤，阿森纳在中场的流畅性迅速下降。冬窗他们主要引进了埃尔内尼，这是个有用的球员，但不是能够立刻填补卡索拉，将整个球队提升一个等级的人。与此同时，大吉鲁的进球状态开始出现波动，沃尔科特始终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稳定的中锋，桑切斯也开始受到伤病影响，在阿森纳最应该抓住机会的时候，反而开始掉链子。真正的转折来了，在老特拉福德，他们输给了一支残阵的曼联。2012年2月28日，曼联当时已经受到大量伤病影响，前锋线甚至启用了18岁的拉什福德。结果拉什福德在英超的首秀就单场打进2球，还送出1个助攻，
帮助曼联在主场3-2战胜了阿森纳。这场球对枪迷的刺激尤其大，因为大家会想，我们连这样的曼联都赢不了，我们到底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最终的积分，莱斯特城81，阿森纳71，而且最后一天还因为热刺队的崩盘，才完成了对北伦敦死敌的反超。如果只看名次，第二好像已经很好，可情绪上却完全相反，因为这个第二名并不认为是阿森纳正在重新接近冠军，而是在最应该拿冠军的一年却仍然没有拿到。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对越来越多的球迷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俱乐部什么时候给温格更多的钱呀，而是变成了温格自己，他是不是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了？好，这里还多说一句啊，莱斯特城在2016年奇迹一样的夺冠，确实和泰国佛教的祈福有关。他们当时的老板，泰国籍华裔老板维猜，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多次邀请来自泰国曼谷金佛寺的高僧飞到英国的黄泉球场进行诵经啊、祈福啊，还有洒净的仪式。高僧们还曾经向球员赠送印有经文的麻布护身符，将它挂在球员的脖子上，希望借此注入吉祥、凝聚士气和带来好运。要说这也属于泰国传统的佛教的祈福和心理建设，不是网络上谣传的阴暗的降头巫术。另外，莱斯特城最终以1赔5千的赔率夺冠，核心依然是扎实的战术，还有主教练拉列尼的调教，以及球星瓦尔迪、坎特等等的爆发。但非常巧合的是，莱斯特夺冠908天以后，当时在莱斯特城主场踢完比赛，老板维猜像往常一样，在黄泉球场内登上自己的私人直升机，可直升机起飞不久便失去控制，在球场外迅速坠毁并引发大火。机上包括维猜在内的5人全部不幸遇难，他终年60岁。事故调查结果，空难是由于直升机尾桨机械故障导致的飞行失控。但这样的奇迹般的夺冠和2年后老板的猝死，也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啊。好，时间到了2016年夏天，这次温格是真的花钱了，他签下了扎卡，随后又引进穆斯塔菲，还有卢卡斯佩雷斯以及年轻的中后卫霍尔丁等等。温格确实花了钱，他也确实补强了阵容，但扎卡并不是大家想象中新的维埃拉。他虽然看起来强壮，同时也是左脚中场，但扎卡真正擅长的是长传，还有转换和左脚出球，以及从后场组织。他的弱点包括了转身速度、大范围横向的覆盖，以及被对手高速突破后的防守，所以他不是一个像维埃拉一样够硬的后腰。如果你想他一个人完成维埃拉和吉尔伯托2个人的工作，肯定会出问题。而更严重的是，卡索拉再次受伤，阿森纳失去了全队最擅长在压力下完成接球、转身、突破第一道压迫，再把球往前送的人，这对厄齐尔的影响尤其明显。许多时候我们看到扎卡在后场，厄齐尔在前面，中间却少了一个人。阿森纳的中场出现了一个问题，断层。这一年赛季前半段一度看起来很好，开局以后阿森纳逐渐找回状态，其中最著名的一场3-0主场狂胜切尔西，桑切斯、沃尔科特、厄齐尔连续破门。那场比赛踢得非常漂亮，甚至有人认为阿森纳可能真的已经汲取了上赛季的教训。但问题是，这种状态没有持续整年。2017年1月到3月，球队的状态又急剧下降，特别是欧冠16强又碰到了拜仁慕尼黑。第一回合拜仁5-1狂胜，第二回合在主场，阿森纳又输了一个1-5，总比分2-10，这可不是普通的欧冠出局啊，这是对温格在欧洲竞争力一次巨大打击。要知道欧冠16郎这个标签已经到了最难看的极点，此前他们已经连续多年在16强出局，有时候是拜仁，有时候是巴萨，有时候是摩纳哥。球迷过去还能解释啊，我们的抽签签运不好，但这一次2-10这样的比分让这样的解释很难继续。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我们没晋级而已，而是阿森纳和欧洲最顶级的球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2017年春天，温格合同即将到期，俱乐部却迟迟没有明确宣布他到底留下还是离开，而球队又在不断的输球，于是围绕温格未来的争论彻底爆炸。2017年3月，客场对西布朗出现了非常荒诞但又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天空中先出现反温格飞机的横幅，随后又出现支持温格的飞机横幅。当时的天空体育直接将它称为球迷之间的横幅战争。阿森纳球迷彻底分裂成2个阵营，一方认为温格必须走，温格必须下课，
他们的理由已经越来越具体，整整12、13年没有英超冠军，连续的欧冠16强，强强对话中频繁惨败，战术问题总是重复，伤病问题总是重复，球员合同管理问题总是重复，每年都在说下一年下一年，可这时候真正重要的应该是温格下课，这已经不是少数人的声音了。另一方支持者则认为，不要忘记温格为俱乐部做过些什么。他们强调，酋长球场时期是谁维持连续进入欧冠，是谁帮助俱乐部熬过了财政限制，是谁带来了3次英超冠军和无敌之师，又是谁在2014、2015年连续拿到足总杯冠军，并且最重要的，换教练并不自动意味着就变强，很多时候反而会迎来崩溃。于是阿森纳球迷内部出现了很严重的身份冲突，一派是必须往前看，向未来走，另一派是必须尊重历史。这可能是22年温格执教期间在更衣室外最让人痛苦的一段。然后温格突然做了一件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的事情。2017年4月客场对米德尔斯堡，温格突然改了阵型，变成3中卫，这是他20年来自1997年以来第一次重新使用3后卫。他的解释，因为球队在客场丢球比较多，需要先恢复防守的稳定性。于是阵容是这样的：门将切赫，3中卫霍尔丁、科斯切尔尼、蒙雷亚尔，右边翼卫张伯伦，左边翼卫吉布斯，双后腰拉姆塞、扎卡，双前腰厄齐尔和桑切斯，吉鲁顶在最前面，阵型变成了3-4-2-1。这样的改革，第一，3中卫让防守宽度更容易控制；第二，边翼卫可以大胆的前插；第三，扎卡和拉姆塞不必同时承担巨大横向的覆盖；第四，最关键的一点，厄齐尔加上桑切斯可以一同站在中锋身后，两个人不用承担传统边路那么多的回防任务。于是温格用3中卫为2个最有创造力的球员制造了更自由的位置，效果立竿见影。赛季末阿森纳突然复活，改了3中卫以后成绩明显反弹。最重要的是足总杯半决赛，阿森纳对曼城，阿圭罗先帮助曼城取得领先，蒙雷亚尔扳平，加时赛上桑切斯进球，阿森纳2-1晋级决赛。所以这也证明了温格晚年并不是完全不会改变既定战术，但问题是为什么要等到危机这么严重你才舍得改变呢？这也是支持者和批评者对温格解读完全不同的地方。联赛最后的冲刺阶段，阿森纳已经非常猛，他们不断赢球，最终75个积分，甚至比上一个赛季拿到第2名的71分还要高。可问题是2016到17年前4的竞争更激烈，最终利物浦76，阿森纳75，变成了英超联赛第5名。这也意味着一个历史记录的结束。从温格1996年到来之后，阿森纳此前每个完整赛季都保持了欧冠资格，16到17年却终于第一次跌出英超前4。这也意味着下个赛季温格的阿森纳将不能参加欧冠。对于一个连续19个赛季几乎把阿森纳加欧冠变成固定组合的温格来说，这是非常大的失败，是象征意义上的失败。但赛季还剩最后一场足总杯决赛，而且对手非常可怕，孔蒂的切尔西，他们刚刚以93分赢得英超冠军。切尔西本来很有机会完成国内双冠王，阿森纳则是第5，并且欧冠以2-10的大比分出局。球迷们正要求温格下课，后防线还遭遇严重的人员问题。纸面上看，切尔西明显是热门，结果这一场却是温格晚年最精彩的一次临场指挥。比赛中他继续使用3中卫，阿森纳从开局就表现得更加主动，桑切斯很快进球1-0。随后切尔西的摩西被罚下，可少打一人的切尔西仍然靠迭戈科斯塔扳成1-1，比赛突然变得危险起来。然而仅仅几分钟之后，吉鲁替补上场，很快送出传中，后点拉姆塞的头球2-1，最终战胜了强大的切尔西。这也是阿森纳队史上第13座足总杯，当时成为赛事历史夺冠次数最多的俱乐部，并且还是温格个人的第7次足总杯，2014、2015、2017 4年拿到3次足总杯，这也是当时为什么大家都把足总杯称为保温杯，哈哈。但仔细分析为什么后期的阿森纳反而特别会踢足总杯呢？这也不是偶然，因为联赛需要38轮长期保持稳定，但后期阿森纳最缺的恰恰是稳定。可杯赛不同，只需要某一天桑切斯状态非常好，厄齐尔状态非常好，拉姆塞突然爆发，
温格的比赛战术和计划成功球队保持高度的精神集中，那么阿森纳依然能够击败任何对手。所以他们单场的上限非常高，可整个赛季的下限却越来越低，这是晚期温格最明显的矛盾。当时许多人认为，赢完了2017的足总杯，温格应该体面的离开，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终点，击败了英超冠军切尔西，成为了足总杯历史级别的教练，带着奖杯离开吧。但是他留下来了。2017年5月31日，阿森纳官方正式宣布温格续约2年，理论上他会执教到2019年。这一下子球迷的分裂进一步恶化，支持温格的人认为他刚刚证明自己还能击败冠军切尔西，反对温格的人则认为足总杯又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我们永远没有希望了，尤其是联赛才第5，欧冠输了个2-10，球队已经连续13年没拿到英超了。于是2017到18赛季一开始，温格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拥有完整的球迷的信任。2017年夏天，温格又开始花钱了，他签下法国前锋拉卡泽特，来自里昂队，这是一笔很重要的交易，因为温格终于得到了一个比吉鲁速度更快、移动更多、更适合身后球、更能够和桑切斯和厄齐尔进行地面配合的中锋。但最大的问题不是买谁，而是桑切斯和厄齐尔的合同，两个最大的明星同时进入合同最后阶段，这对俱乐部来说极其危险，尤其桑切斯，曼城对他兴趣很大，阿森纳却决定至少在2017年夏天继续留住他，于是出现了非常不健康的局面。最好的球员仍然在球队，但大家都知道他很可能不会长期留下。2017年夏天，温格自己也不断被追问到桑切斯和厄齐尔的未来，于是这一年阿森纳开始出现明显的主客场人格分裂症。在主场酋长球场，他们依然非常强，温格最后一个主场赛季的联赛战绩达到了15胜2平2负，但到了客场完全变成另一支球队，真正的主场龙客场虫。特别进入2018年以后，他们国内客场战绩极其糟糕，到了欧联杯半决赛前，他们当时2018年的8场国内客场比赛已经输掉了7场，其中包括连续6场在英超客场的失利。这说明什么呢？如果一支球队真的完全失去实力，那他在主场也应该不行啊。但是到了主场，阿森纳可以大量赢球，所以问题更像是结构和心理方面。在主场他们能控球，对手往往踢得保守，进攻球员就可以持续的压制对手。可到了客场，对方的压迫程度提高，比赛打转换更多，阿森纳一旦失去控球权，后防线非常容易暴露。这就说明到了温格晚期，球队已经越来越依赖于比赛必须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进行，如果不按照预定的节奏和计划发展，那么温格调整能力明显下降。前半赛季有一场比赛就非常能代表这种问题，主场对曼联，阿森纳创造了大量机会，不断射门，却被曼联的快速反击直接打穿。所以类似的故事不断上演，技术上阿森纳并不差，甚至有时候场面更好，但是对方2-3次转换就能将他击败。这也是为什么漂亮美丽但是却脆弱越来越成为晚期温格的标签。2018年1月，桑切斯的时代结束了，阿森纳和曼联完成了球员交换，桑切斯到了曼联，姆希塔良到了阿森纳，这又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桑切斯在温格的最后4年基本就是球队最具爆发力、最能够单独解决比赛的人，但最终阿森纳没能围绕他真正建立起一支英超冠军球队。然后温格完成了自己阿森纳生涯最后一笔超级转会，2018年1月31日从多特蒙德买来奥巴梅扬，花了5600万英镑，打破了当时阿森纳俱乐部引援转会费的记录。这就非常有意思，当温格20多年前1996年来到阿森纳的时候，他靠发现维埃拉这种被忽视的年轻人，但在2018年即将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可以随意的花创俱乐部纪录的转会费买一个成熟的欧洲顶级射手。从某种意义上，他终于将阿森纳带到了自己20年前建设新球场的时候所设想要达到的财务阶段，只是他本人已经没有时间好好的享受这个阶段了。于是冬窗以后，阿森纳理论上的最佳阵容，门将切赫，左后卫蒙雷亚尔，中后卫科斯切尔尼和穆斯塔菲，右后卫贝莱林，双后腰扎卡和维尔希尔，前面3位，左边姆希塔良，中间前腰位置厄齐尔，右边拉姆塞，中锋奥巴梅扬，替补席上还有拉卡泽特、伊沃比、维尔贝克。
从攻击球员的名气来说并不弱，可问题是阵容整体并没有因此变得平衡，这也是晚期温格引援最大的争议。攻击手确实很多，10号位确实很多，会传球的人确实很多，但长期缺少很明确的顶级防守型中场，缺少稳定的顶级中后卫，缺少在攻防转换能够控制比赛的人。所以我们发现厄齐尔来了，桑切斯来了，拉卡泽特来了，奥巴梅扬来了，但球队真正长期的问题是防守结构，却没有同步得到同等级的升级。这也是为什么球迷们关于有了钱以后为什么你还不能争夺冠军呢？这成为对温格越来越严重的质疑。2018年联赛杯决赛，差距已经非常明显。阿森纳的对手是佩普瓜迪奥拉的曼城，理论上这是温格又一次赢得冠军的机会。结果在温布利，阿圭罗、孔帕尼、大卫席尔瓦的进球，曼城3-0大胜，这就具有很强的时代象征。瓜迪奥拉过去也受到过温格理念的影响，他同样重视技术，重视传球，重视进攻，重视主动的足球。但2018年，曼城已经将这些东西发展成更加精细的压迫，更加严格的位置和结构，更复杂的后场组织，更加系统化的无球跑动。而温格的阿森纳则更多依靠球员自己去理解空间，这两个时代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于是温格曾经最大的优势变成了弱点。1996年的英格兰，当时温格来了，他让球员自己思考，自由发挥，这非常先进。因为当时许多球队仍然强调固定的跑动和传统英格兰式的纪律，但到了2018年22年后，瓜迪奥拉、克洛普、波切蒂诺、孔蒂等等新一代顶级教练带来了更精细的团队体系。球员的自由依然重要，但必须建立在非常详细的集体结构之上。温格却没有完全像这种高度教练化的足球转型，所以这一年在联赛他们已经不是争冠失败了，而是根本就没有资格争冠。19胜6平13负，进74个球，丢51个球，积分只有63，最终排名第6，距离第4名利物浦足足有12分差距，距离冠军曼城足足有37分的差距。这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简单再补1-2个球员我们就能争冠，而是非常明显的差1-2个级别的差距。于是温格将最后的希望全部转移到欧洲联盟杯，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参加欧联杯。对温格来说，这项赛事突然变得极其重要，原因有2个。第一，还能赢一座欧洲冠军。要知道温格在阿森纳就从来没有赢得过主要的欧洲赛事冠军。第二，赢取欧联杯可以拿到下赛季欧冠资格。既然联赛前4基本没有希望，欧联杯就成了最后的通道。这一年他们其实打得不错，小组第一，淘汰赛又击败了厄斯特松德、AC 米兰、莫斯科中央陆军。尤其客场的阿森纳2-0战胜 AC 米兰，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利。虽然在国内成绩低迷，却能够去圣西罗赢球。紧接着半决赛抽到了马德里竞技。如果说温格最后的欧洲故事要有一个最不让他舒服的对手，那可能就是迭戈·西蒙尼了。因为西蒙尼的足球和温格几乎是2种极端，温格讲求自由、技术、创造、进攻，西蒙尼讲求纪律、空间、防守、效率和比赛管理。比赛第一回合几乎是整个晚期温格时代的浓缩。在主场酋长球场，开场仅仅10分钟，马德里竞技的福尔萨利科被红牌罚下，也就是说阿森纳整整拥有80分钟11-10的优势，而且对方主教练西蒙尼也很快被罚上看台。于是阿森纳不断的进攻，最终拉卡泽特头球1-0，看起来非常好。但第82分钟，一个长传，格列兹曼追上皮球，阿森纳后防处理失误，格列兹曼完成进球，1-1。数据上面非常夸张，阿森纳拥有72%的控球率，射门比23-6，但比分却1-1。你甚至不需要再解释温格后期阿森纳有什么问题，因为这场比赛已经全部说明了。他们漂亮、美丽、主动，创造力很多，但无法把优势转化成胜利。于是一个错误，阿森纳就会被惩罚。第二回合去到马德里，这时候马竞完全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保持结构，不给对方空间，等待阿森纳失误。上半场补时阶段，格列兹曼传球，迭戈·科斯塔破门，马德里竞技1-0。整个下半场阿森纳不断寻找机会，可马竞就是不给，最终总比分2-1，阿森纳出局。这也是温格最后一场欧洲比赛。非常残酷的是，在温格整个教练生涯里，1995年以前在摩纳哥打过欧洲决赛，2000年在阿森纳联盟杯决赛，2006欧冠决赛，
但是却从未赢得主要的欧洲冠军，这是他履历里最大的空白。而实际上，在这一轮半决赛之前，结局已经宣布。2018年4月20日，在阿森纳对阵马竞之前，阿森纳突然发布了公告，赛季末温格正式卸任主教练的职务。其实他原本的合同还剩1年，但在阿森纳官方声明中，温格表示，经过慎重的考虑，并且和俱乐部讨论后，他认为这是合适的离开时间了。于是22年终于确定要结束了。为什么会在2018年离开呢？不是某一个原因，因为许多东西终于同时达到临界点。球队连续第2年进不了欧冠区，联赛第6，欧冠前1年输了个2-10，2018年甚至连欧冠都没得踢。球迷已经严重分裂，在客场他们长期崩溃，球队结构有问题，明显需要大规模重建。而温格已经68岁了。最重要的是，继续下去已经很难让任何一方感到真正的快乐。但当他要离开的消息公布以后，球迷的情绪突然变了，这也是足球很特别的地方。几个月以前，温格下课的呼声山呼海啸，可一旦确定他真的要走，很多人的情绪突然从愤怒变成怀念，因为大家突然意识到，下赛季站在阿森纳教练席上的人真的就不会再是温格了。对许多年轻的阿森纳球迷来说，他们从出生开始，阿森纳的主教练就等于温格，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另一种现实。2018年5月6日，最后一个酋长主场的比赛，对手伯恩利，这是温格执教阿森纳最后一个主场比赛，球队踢出了非常漂亮的告别战。奥巴梅扬2个球，拉卡泽特、克拉西纳茨、伊沃比也都有进球。这是温格在海布里和酋长球场在一共的598场主场比赛里的最后一场。比赛后，温格绕场告别，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温格 in 温格 out 了，剩下的只有温格。球员们列队，球迷们起立，温格向四面的看台挥手。他在这里工作了22年，从海布里到酋长，从亚当斯到奥巴梅扬。2018年5月13日，真正的最后一场，客场阿森纳客场对哈德斯菲尔德镇，奥巴梅扬的进球，阿森纳1-0小胜。与此同时，这也带着浓浓的黑色幽默，因为这是他们2018年第1场在英超的客场胜利。所以直到温格的最后一场比赛，球队才终于在这一年赢了一次英超的客场。这几乎是整个最后的赛季最讽刺的总结。所以阿尔塞纳温格，他在阿森纳一共待了7876天，21年07个月，各项正式比赛总计1235场，707胜280平248负，胜率 57.25%。许多人觉得，如果温格2017年赢完切尔西的足总杯就离开呢，那么击败刚刚93分夺得英超冠军的切尔西，举起自己创纪录的第7座足总杯，那时候告别可能是一个几乎电影式的结局。但他选择再续2年，结果下一个赛季第6，联赛杯决赛0-3，欧联杯4强出局。所以许多人后来说，温格并不是离开得太早，而是大概他晚了1年。可为什么温格自己不愿意在2017年离开？这个问题已经不能简单说成他贪恋权位。温格和阿森纳的关系远超普通的主教练，他参与了球场的迁移、训练基地的建设，参与各种引援、各种青训、各种球探，还有俱乐部的文化，甚至经济上的长期规划。2018年在最后的发布会上，他谈到建设酋长球场的时期，曾经明确说自己过去拒绝过许多大俱乐部，因为不愿意在球场建设和财政受限的挑战中途离开。所以对温格而言，阿森纳不仅是一份工作，这也是他最后为什么如此难以判断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2014到2018这最后的第6阶段，温格也绝不是完全失败，他拿了3次足总杯冠军，同时他让阿森纳从一个财政紧缩俱乐部完成了可以购买厄齐尔、桑切斯、拉卡泽特、奥巴梅扬这种巨星的俱乐部的经济转型。他留下来的阿森纳和2006年刚刚搬到酋长的时候相比，财政基础已经完全不同。可真正的失败在于竞技方面的升级没有赶上经济方面的升级。虽然能花许多钱，
但是引援组合不够平衡，防守体系始终不稳定，伤病仍然很频繁，在强强对话面前缺乏一致的解决方案，核心球员的合同处理依然出现问题，战术体系越来越依赖球员自由的发挥。所以钱的问题解决了，但冠军并没有回来，这也是为什么时代必须结束。在1996年温格来到英格兰的时候，他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改革，代表着科学训练、国际球探、营养学、技术足球，还有外国球员市场，这全部走在英格兰的最前面。但到了2018年，他已经不再代表最前沿，不是因为他突然变成了一个很差的教练，而是足球世界追上了他，甚至某些地方超过了他。对比瓜迪奥拉和克洛普的时代，温格最伟大的思想之一是球员应该理解比赛，而不是像机器人一样接受指令。这个思想本身没有错，但现代足球开始出现了新的结合，高度的结构化加上高水平的创造力。瓜迪奥拉不是不要创造力，克洛普也不是不要自由，而是先建立非常清楚的压迫机制、空间的站位、攻防的转换和跑动路线，然后再让天才球员发挥。相比之下，温格后期的球队有时候太依赖优秀球员，你要自己去寻找答案。那么当对手的体系不够先进时，这没有问题，但当对手同样拥有最顶级的球员，而且组织的更精细，那么差距就出现了。所以对温格来说，他曾经改变的足球世界，最终改变的比他更快。1996年，他告诉英格兰应该怎样训练，应该怎样饮食，应该怎样使用外国球员，应该怎样踢技术足球。但到了2018年，这些已经全部成为基本的常识。新的竞争已经升级到更精细的压迫、数据分析、positional play、空间的控制和站位的足球，还有大型的教练团队、专项教练、全球化的招募体系。这些让温格最初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所以整个温格22年的时代最后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圆。1996年，他以一个几乎没人认识的外国教练的身份来到阿森纳。1998年，他第一次夺得双冠。2004年，他制造了无敌之师。2006年，他带着阿森纳离开海布里。2006到2013年，他承担了新球场和财政紧缩的代价。2014年，他终于结束了9年没有冠军的日子。2017年，他拿到创纪录的第7座足总杯。2018年，当阿森纳已经能够购买像奥巴梅扬这样的成熟顶级射手的时候，他完成了自己最初帮助俱乐部建设的未来，却也到了必须把这个未来交给其他人的时候。而最有意思的是，他最后一场比赛是奥巴梅扬打入了唯一进球。温格时代的最后一个进球不属于亨利，不属于维埃拉，不属于法布雷加斯，也不属于桑切斯，他属于在温格离开前刚刚签下的下一代的阿森纳球员。他将自己的名字和信念融入了阿森纳这家俱乐部的足球 DNA。 最后的告别演讲上，他说：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是一名阿森纳球迷。好的，最后特别有意思的是，温格一记乱曼联。这个梗呢，是说在他卸任离队前，通过一笔交易将大腿桑切斯高价送给曼联，却意外打乱了曼联的内部薪资结构和更衣室的平衡，导致后来的曼联竞技状态严重下滑，陷入了续约僵局。当时温格用桑切斯换来曼联的姆希塔良，曼联却给桑切斯开出了英超最顶级的超高薪水，传说中高达50万英镑。但桑切斯加盟以后表现远低于预期，再加上伤病，场上的状态低迷，这直接破坏了曼联原本的薪资结构和天花板。队里面其他核心球员如德赫亚等等，在续约的时候纷纷以桑切斯为标杆，要求拿到曼联队内顶级高薪，这导致曼联后续的续约谈判变得极其困难，而且成本剧增，彻底沦为了后来的抬价联和发牌机。2013年福格森退休，2018年教授温格离开，但时至今日，曼联都再也没有染指过英超联赛冠军。而莫里尼奥带领曼联拿到亚军那一次，刚好是桑切斯加盟的赛季，2017到2018。好，温格的故事，22年的坚守和贡献，他是阿森纳俱乐部历史上不可替代的传奇人物。现在阿森纳已经有了自己2代目火影阿尔特塔，已经再次拿到了英超联赛冠军。那么咱们老 K 足球新闻下一个教练纪录片说谁呢？是福格森时代的曼联，还是克鲁伊夫时代的巴塞罗那，或者拜仁慕尼黑，
又或者安切洛蒂时代的皇马，希望您能在评论区留言点赞，老 K 根据大家的意见来调整做纪录片的优先级。感谢您的订阅，感谢您的点赞、热推、分享。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咱们明天再见。